最近，两段完全不同的画面被网友放在了一起，一边是在中国的菲儿，另一边是在坦桑尼亚的豆豆。没有刻意剪辑，没有人为对比，但当这两种生活同时出现在大家眼前时，很多人心里都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。有人用一句话总结得很直接：同一个家庭，却像两个世界。一，菲儿的生活被包围的安全感。先来看菲儿的状态。最近的视频中，菲儿的生活非常热闹。她在中国有爸爸的陪伴、爷爷的照顾、邻居的关心、身边的小伙伴。经常能看到的画面是，邻居邀请她吃东西，大人逗她开心，小朋友陪她一起玩。这些细节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却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些构成了一样东西：稳定的生活环境。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会自然形成安全感，他知道有人会照顾他，有人会回应他，有人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轻松自然，甚至有点活泼过头的菲儿。二，另一边是完全不同的画面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段视频却让很多人沉默了，那就是豆豆牙疼的画面。视频中，豆豆明显非常难受，他在哭，在捂着脸，在不断表达疼痛。但更让人心里一紧的是，他身边并没有熟悉的大人。最后，是一位陌生人发现了他的状态，才帮他进行了简单处理。这一幕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感。三，同样是孩子，差别为什么这么大？很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会有这么不同的处境？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简单答案，因为背后涉及的因素很多，地域差异、生活条件、照顾方式、家庭结构。但当这些因素全部叠加时，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直观的结果：一个孩子在被包围，另一个孩子在独自面对。四，孩子最需要的其实很简单。如果把复杂的问题拆开来看，会发现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。有人陪，有人管，有人回应。菲儿的生活恰好具备了这些条件，而豆豆的那段画面中最缺少的正是这一点：及时的陪伴和回应。五，牙疼只是表面，背后是更深的问题。很多人看完视频后会把焦点放在牙疼上，但实际上牙疼只是一个表象，真正让人难受的事儿，当孩子疼的时候，没有人第一时间出现，这才是那段视频最刺眼的地方。六，对比之所以刺痛，是因为太真实。很多内容如果单独看，其实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，但当两种画面放在一起时，对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。一边是热闹、陪伴、笑声，另一边是疼痛、忍耐、求助。这种对比不需要任何解说，本身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。七，网友的情绪其实可以理解。评论区里有人表达愤怒，也有人表达心疼，但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大多数人的核心情绪其实很一致，希望豆豆能被更好的照顾。这并不是复杂的立场问题，而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，因为孩子的状态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情的。八，同一个家庭，不同环境带来的现实差异。从更理性的角度看，这种差异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现实：不同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非常直接。生活资源、医疗条件、社交环境、照顾密度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的日常体验，而孩子并不会去理解这些复杂背景，他们只会感受到一件事：我有没有被照顾。九，最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会不会改变。现在的对比已经很明显，但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这种差异会不会被改善？例如，豆豆的健康问题是否会被及时处理？是否会有更稳定的照顾环境？是否会减少这种独自面对的情况？这些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重点。十，结语：孩子不该被对比，但现实已经形成对比。没有人希望用孩子做对比，但当现实已经呈现出差异时，这种对比就很难被忽视。菲儿的笑让人感到温暖，豆豆的哭让人感到心疼，而这两种情绪放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感受。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被同样对待。也许这才是大家讨论的真正意义，不是评判谁对谁错，而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镜头里不再出现这样的反差，只有孩子安心的笑容，而不是被迫的坚强。